如果告诉你一艘满载家具、水果，甚至是卫生纸的普通货轮，能在5分钟内摧毁一艘1吨级驱逐舰，你信吗？你可能会说，博主，你是不是昨晚马尿喝多了？这很不科学啊！别急，我们先来看一段发生在地中海的真实灵异事件。就在这2天，西班牙海军那艘船龄快40年、老到掉渣的派里级巡防舰圣玛利亚号，突然在甲板上玩起了开盲盒。这艘老船没装什么昂贵的垂直发射系统，甲板上就放了一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标准货柜。结果砰的一声，顶盖翻开，一枚 Destinies 公司研发的大黄蜂拦截无人机喷薄而出，且直接把模拟进攻的自杀式无人机撞了个稀碎。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海上暴力快递舰载货柜式发射器，一种能把导弹、火箭甚至是高能激光当成货物塞进箱子的暴力输出武器，一切防御都只是徒劳，甚至美军都愿意称它是分布式杀伤的终极形态。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西班牙这场测试。这款名为大黄蜂的拦截器，虽然名字听起来像蜜蜂，但咬起人来那是真狠。据悉，它采用的不是传统导弹那种昂贵的导引头，而是初段雷达配合末端 AI 影像引导。这意味着它在飞行的最后阶段能像猎鹰一样盯死目标，哪怕敌方释放干扰也没用。其布洛克1型的射程就高达75公里，筹载 1.5公斤，专门克制570公斤级的自杀式无人机。而正在研发的布洛克2型更夸张，射程直接翻倍到150公里，筹载增至3公斤。最变态的是，它还能切换模式，对海上和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也就是说，西班牙人只用了一个货柜的预算，就让一艘退役边缘的老船拥有了区域防空和精确对落打击的能力。这对那些预算吃紧但又面临无人机群威胁的海军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要用货柜？直接把发射架焊在甲板上不行吗？这就涉及到了军事装备里一个重要的设计——模块化。而在舰船上，最能体现这方面内容的，莫过于甲板下那整齐排列的垂直发射系统了。这套系统如同军舰上的导弹集装箱，让战舰灵活搭载不同类型导弹。当年美海军推出经典的 MK41 垂发，首次实现了8单元模块化结构加统一导弹驻运发射箱的设计。这天才般的发明，让军舰不再受限于单一武器，想打飞机就装防空弹，想拆房子就装巡航弹。同一发射单元可以根据任务改装，具备了现代通用火力的最初雏形。然而，传统的垂发系统再强，它也是个吞金兽。你得挖开甲板，铺设复杂的管线、排烟通道、冷却系统。一旦军舰沉了，那几十个昂贵的发射单元也就跟着喂鱼了。而集装箱武器系统这个概念，最早是6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的。简单说就是搭积木，将繁复的系统分解成独立却联系的子系统。如以前造军舰，那是先有船再塞武器，每件装备都要跟船体的管路、电力系统深度耦合。修一次船得8层皮，装一个新系统得折腾2-3年。但现在大家玩的是插拔式火力，而货柜武器系统就是把导弹、电源、冷却、通讯全部集成在一个40英尺的铁盒子里。只要你的船甲板够大，有电源接口，哪怕你是艘载牛的货船，放上箱子，那也能成为区域防空巡防舰。西班牙海军这次在圣玛利亚号上的测试，本质上就是在验证这种可能。要知道，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无人机群饱和攻击，几千万美金一门的方阵快炮可能打到发烫也拦不住。但是如果能随便在甲板上摆几个装满大黄蜂的货柜，那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一个货柜就是几十枚拦截弹，多个货柜一起便可形成火力防护罩。截至目前，西班牙测试的只是入门款，真正把这套系统玩到降维打击程度的，我们还得看美军。据悉，他们已经研发出一种系统，能让一艘原本只能打砸、被笑称是海洋吉祥物的滨海战斗舰，瞬间拥有集成航空母舰、横扫千里之外目标的恐怖火力。美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款系统的威力有多大？身为一个美军粉丝，我始终认为美军的研发能力是全球独一档的。他们的强大不在于有多少昂贵的旗舰，而在于他们能把随便什么平台都变成死神的猎场。而让滨海战斗舰拥有击沉航空母舰恐怖火力的，便是洛马公司的神级作品 MK70 PDS 载荷投送系统。你们看这东西，外观就是个标标准准的40英尺货柜，漆得平平无奇，掉进码头堆场里恐怕你都找不到。新有资料显示， MK70 系统是在美军现役 MK41 垂发技术基础上衍生而来的。这一个40英尺的货柜里，可以直接放下一组4连装的垂直发射模块，完美兼容美军主力弹药。美军曾在2023年
把这玩意儿搬上了独立级滨海战斗舰的萨凡纳号上。大家知道 LCS 滨海战斗舰吧？以前因为设计缺陷和火力单薄，被戏称为海上最贵移动标靶。结果 MK70 往甲板上一摆，这艘吉祥物居然在太平洋上砰地射出了一枚标准6导弹。能发射标准6是什么概念？相当于 LCS 滨海战斗舰摇身一变，成为了能防空、能反舰，还能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全能战神。而放开了说，以前美军要打标准6，得开着几十亿美金的伯克级驱逐舰。现在美军只要高兴，完全可以租100艘商用货轮，然后每艘装10个 MK70 货柜，直接进行4000枚远程导弹的饱和式打击。我相信这种饱和打击的能量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支编队瞬间沉入海底。这就是美军提出的分布式杀伤战略。以前你要摧毁我的战斗力，你得找到我的核动力航母，装备了货柜发射器后，你得面对大海上几千个真假难辨的货柜。而且 MK70 不只能打防空导弹，它还能塞进威名赫赫的战斧巡航导弹。这个计划最早要追溯到2019年美俄中程核力量条约到期后，美国陆军为了搞陆基中程打击，启动台风计划，其核心就是这个货柜发射器。现在这个陆基大杀器直接移动到了海上，随便找艘补给舰、无人艇就能发射。想象一下，一艘挂着民用旗帜，看起来像是在运送星巴克咖啡豆的货船，突然盖子一翻，射出16枚战斧导弹，精准点名2000公里外的雷达站或指挥部，这谁受得了？更牛逼的是，美军还搞了一个叫灰熊的货柜式发射系统。就在2026年6月3日，洛马公司首次用灰熊发射器成功发射了 GEGM 联合空地导弹，配合圣索战斗管理器和 Phantom 240雷达，短短45天内就完成了从系统集成到实弹测试的全过程，一举成功拦截了3类单向攻击测试无人机。这反应速度，除了美军，试问全球还有谁能做到？当然，你别以为这招只有美军会，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大国之间几乎没有秘密，像俄罗斯、以色列，甚至是欧洲各国，其实都在开发自己的暗黑快递。特别是俄罗斯的俱乐部 K， 那简直是为了不讲武德而生的。在全球各国货柜武器系统中，有一款是不得不提及的，那就是俄罗斯的俱乐部 K 集装箱导弹系统。这玩意儿在2010年马来西亚防务展一露面，就让现场的北约军官冷汗就下来了。因为俄国人的思路跟美军不太一样，美军追求的是体系扩张，俄国人则追求的绝对隐蔽的致命一击。公开资料显示，俱乐部 K 里面装的是 3M54 巡航导弹，那可是专门为了送航空母舰下地狱设计的，且每个货柜能装4枚，连指挥通讯、能源供给模块全打包。表面看就是一个气得土气的绿皮箱子，但实力威力不容小觑。其曾在2015年10月里海舰队那场惊动全球的实战中，俄军用不到1000吨的21631型豹图 M 级轻型护卫舰发射巡航导弹，充分展示了该货柜武器不俗的时装性。而近年来，俄罗斯还把海盗察打一体无人机也货柜化了，用卡马兹卡车拉着专用集装箱就能发射。可以说，在货柜武器系统上，俄军实现了口径及真理。当然，基于战略和体系考虑，虽然货柜武器概念极佳，但并非没有缺点。其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民用货柜本身并非为了承受高强度导弹发射的巨大尾焰和震动而设计，如热发射的导弹对发射井的耐高温设计和排烟通道要求极高。因此，如果你不对货柜进行昂贵的结构补强，这箱子射一次可能就散架了，甚至会烧坏载具甲板。而且，导弹发射时的巨大重心变化对小型民船的稳定性也是一个致命考验。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美军的 MK70 更强，因为美军有足够的平台去兼容这种重量级火力。接着看看以色列，他们的劳拉近程弹道导弹系统是绝对的精准手术刀的代表。这款由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打造的王牌，全重 1.6 吨，射程达430公里。它最变态的地方在于能玩机动弹道，调整轨迹，末端能以90度倾角狠狠砸向目标，原误差概率竟然在10米以内。在2020年的纳卡冲突中， LOA 已经证明了它能从货船和卡车上随时发射，杀得对手措手不及。还有芬兰人，他们把120毫米的 NEMO 迫击炮也塞进了货柜。这下好了，原本是运水果的货轮，靠近岸边突然顶盖一掀，几十发迫击炮弹像雨点一样砸下来，这对岸防部队来说简直是噩梦般的防御灾难。英国海军也在其未来自主舰队构想中提出了持久作战部署系统，计划在31型护卫舰上灵活插拔导弹、扫雷机器人和救灾货柜。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货柜武器系统简直是战争神器？但就像前面说的，民用货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问题。
如货柜武器模糊了平民与军事目标的界限。这种极高伪装性可能招致对方对所有商船的无差别打击，这对全球贸易来说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另外，货柜外壳薄如蝉翼，在现代大威力弹药面前几乎形同虚设，随便一个破片，一个小小的自杀式无人机就能诱爆里面几百万美金的导弹，变成毫无还手之力的易燃易爆品。随后，货柜体积巨大且沉重，会严重挤占军舰原本就有限的空间，甚至影响直升机的起降。不过，即使有这些缺点，我还是愿意坚信货柜武器是未来的火力放大器，因为在现代战争高强度的消耗下，谁能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把火力部署到位，谁就是老大。像美军现在甚至在研究把 Chimera、Tor 等高功率微波武器和各式高能激光武器也货柜化。或许未来的海上航线不再是商人的财路，而是布满火力盲盒的杀戮地带。这一切的起源仅仅是因为我们把武器塞进了那个发明了60年的铁箱子。好了，听完本期的货柜战争，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如果你是敌方指挥官，面对满大海真假难辨的货柜，你会选择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还是保持沉默等待情报？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